嗨，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如何去挑选像这种基本款的内搭一样的单品，然后顺便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拥有的一些内搭。但是前提呢，就是想和大家提到的是，因为其实我的这些内搭是在我这几年好几年攒下来的，所以其中有一部分是目前没有在卖了。但是因为其实这些内搭都大同小异嘛，都是非常基本款的，那么我会在网络上去帮大家找一些非常类似的同款，或者说我非常推荐的款，放在我的评论里面或者信息栏里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开始今天视频吧。那么我在挑选内搭的时候呢，我第一件事情会看的就一定是它的领口。那么领口要看的有两点，然后第一点就是它的高度。在这里我先拿我自己拥有的一些来作为一个例子吧，有分这种低领，然后中领和高领。那么根据它的这个领口的高度来选择的话呢，其实就是说越高的领口，其实对于我们的脸的大小呀，然后我们的脸型要求就越高。就如果说你的脸就是像我一样，就属于比较方的脸型啊，然后又有点肉啊，然后又有点大，脖子又没那么长的话，其实是属于像穿这种衣服都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就是没有那么的显你的脸小，然后会显得你的脸比较大。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还是挺喜欢穿高领的。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你真的不适合高领，但是我还是很坚持的在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而且我其实也觉得穿衣服主要就是让自己开心嘛，利用一些小技巧让我们看上去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也是 OK 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让自己开心，所以我有在想办法让我在穿高领的时候也更加的显得脸小一点。那么关于领口第二个部分我一定会看的其实就是它的松紧度。那么这个部分我发现其实很多朋友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在意，但是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同样高度的一个领口，那么它的松紧度其实也是会决定你的脸究竟显得大不大，或者你的脖子显得短不短的。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两件高领毛衣都是属于那种穿上可以把整个脖子挡住的嘛，但是这一件呢它穿上就是非常的贴脖子，然后就把我们的脖子整个就很贴紧的就收紧进去，然后这一件呢它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松的一个领口，所以它在穿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是可以有一点点那种在脖子上那种堆积啊，然后有点软塌塌的这样塌下来的那种感觉。其实我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嘛，我们的显高无论是显瘦还是显得脸小，种种的这些都是利用一个视觉的一个效果。其实在显大显小的这个部分，主要的就是在看我们的一个对比物了。比如说我们脸最靠近的部分，你如果穿衣服的话，可能它就会对比你的这个领口的部分呀，然后这个地方是目前离我们最近的部分嘛。比如说我现在穿的这个地方 V 领就 V 的很大，然后我的胸前的这个皮肤就露出来的很多，所以你对比起来呢，你就会觉得脸的这个地方会显得小一点，所以这是一个视觉的误差。但是当我们穿上这种高领的衣服的时候，因为它把我们的脖子这里的肉色完全的挡住了，再加上它又是一个非常贴身的这么一个设计的话，就会把脖子的这个细的部分给那个烘托出来嘛，就会额外的显得我们的脸特别的大。所以当你的这个领口的部分离你的脖子目前最近的一个单品它比较宽松的时候呢，就会显得你的脸比较小。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我会看的就是它的整体的版型。那么像这种内搭的话，它其实的版型都是偏向于比较紧身的，但是它其实也是会有非常的贴身和不贴身的这两种版型的一个选择的。就比如说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两件，这一件呢穿上就是属于非常贴合我自己身形的，然后我整个身材曲线都可以显露出来。但是这件呢它就是属于比较宽松的，然后在腰的这个地方呢，它也不会说就是会跟着你的腰走呀，然后整个就是属于比较 loose 的那种感觉嘛。所以这两种版型我自己的一个穿着体验下来是，如果说你是要外穿的话，你比如说你是想买一件这种内搭的毛衣，因为它很贴身嘛，然后你身材非常好，就是有腰有胸啊的那种感觉的话，我是觉得建议大家去买这种紧身的这种衣服，真的非常的显身材，特别是灰色真的就是穿上身那个胸显得特别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灰色可能是某种程度的紧身的膨胀色嘛，这个我可能自己要去再查一下。反正这种类型的毛衣的话呢，非常显我们女性的身材曲线，穿上整个人非常的精神。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说你真的不是属于那种瘦到只剩骨头啊，或者说真的就是瘦
到你不会说穿内衣有痕迹的那种女生的话，我都建议大家去选择这种稍微比较有厚度一点的材质，千万不要选那种很薄很薄的材质，因为那种很薄很薄的材质，它一穿上身，整个身上的种种的痕迹都会露出来。但是像这种，尤其它上面有条纹，然后或者说这种材质比较厚实的，其实你小小的一点点瑕疵，它都是可以就给你遮住的。但是像这种比较宽松的毛衣的话呢，我就觉得它比较适合不太满意自己的身材，然后你身上可能会比较有肉啊，然后你想要藏住你肚子上的肉，稍微宽松一点的这种毛衣，当你在外穿的时候，它也不会就是说完全的把不满意的地方显露出来嘛。然后除了它的这个版型的宽松的问题，其实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就是袖口。因为像这种内搭，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它的一个功能性，它是属于我们要把它穿在里面的时候比较多的，比如说秋天和冬天或者春天吧，都是会要在外面穿外套的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多的去考虑它的叠搭性。那么我们在叠搭的时候，其实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叠搭的衣服来凸显我们身上比较瘦的部分，除了脖子、脚踝，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属于我们的手腕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平时在冬天穿大衣嘛，大衣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版型，那么袖口的这个地方多多少少都是会比我们的手腕要宽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里面的内搭是一个非常长袖的内搭，那么你可以把它这样拉出来。比如说像这件羊绒衫，它的这个袖口呢，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宽松的。那么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叠穿的时候，你要把它拉出来的话，它其实这里就并不会显得你的手腕很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它的设计是属于这种非常紧身的一个设计的话呢，它就会显得我们的这个手腕的地方很细嘛。那么关于内搭，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一定是它的材质，因为它会关系到我们穿件衣服的舒适度还有保暖度嘛。因为像我们在这种秋冬天穿这种内搭，其实它是最里层的一件衣服的话，它是紧贴我们皮肤的，它一旦不能锁住我们整个温度的话，那么你在外面叠再多的层次其实都不会特别的有效。那么最有效的就是把温度锁在最里面那一层才是最保暖的嘛。那么第一种面料呢，其实就是我手里的这种薄的棉质的内搭。薄的内搭我现在目前是拥有，像这种纯色的话呢是有4件，只有1件我是自己买回来觉得非常满意的，其他3件呢我就是主要是来和大家分享需要去避免的一些问题的。那么这一件其实是我在去年的秋天的时候还是前年的秋天的时候买的一件了，是来自 Another Stories。 其实我觉得他们家是我自己买下来觉得出这种偏向于比较薄一点的棉质的内搭出了最好的一个快时尚品牌，因为他们的这种棉质内搭的材质是真的是属于那种软糯感的，就不会像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一件，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件应该是属于纯棉的材质，它有一丢丢的那种弹性，但是它整个弹性就非常的劣质，没有那种糯感。其实那种糯感主要来源于就是它的这个支数一定要很密，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它不会很崩，然后你穿在身上也不会有那种透的感觉。然后第二个材质呢，其实就是属于这种可以是羊毛也可以是人造的那种纤维做成的这种偏向于毛衣质地的。我现在目前拥有的这种衣服呢，就大概是有6件，然后有3件都是同一个版型的，就是我可能已经买了2-3年了吧，可能就很久了。那么我当时特别喜欢这件衣服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整个这是这种条纹的，所以你穿在身上的时候呢，它这个崩开来的时候也不会显得非常的尴尬，而且会显得你非常的瘦。所以如果说你在买这种很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材质不能够太薄，但是如果你身材特别好的话无所谓，如果有这种竖条纹的设计是更好的，特别是我的这件它前面还有这种胸部的这个地方尖状的一个设计，它其实就会把你的胸型显得特别的好，这是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一件的原因。但是它是一个高腰的设计，其实大家在选择这种内搭的衣服的时候，我是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像这种高腰的设计的，因为它没有办法根据你下半身，比如说你一旦穿一个低腰的裤子呀，或者说穿一个中腰的裤子，它可能就扎不起来。你作为内搭，你在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穿其实是非常冷的，它很容易灌进风嘛。那么其他的其实大家会发现都是属于这种条纹的一个设计的。我觉得条纹的设计是如果你在买这种非常紧身的内搭的时候的第一个选择，穿上无论是你内搭还是外搭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看的。然后我还有一件呢，就是这种拉链型的也是非常紧身的，这件应该也是
2年前买的了，但是今年它其实也有在不停的出嘛，大家也可以去找。像这种衣服呢，你穿在最里面，然后我们去搭配像衬衫的话，它可以制造出一个3层的领口打开的效果。特别是如果你进入到室内，然后你把拉链一拉开，你的脖子一下线条就出来，整个人就会显得脸比较小。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种拉链衣服的原因。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材质呢，就是我其实是在冬天的时候，我最推荐大家去入手的一个材质，就是这种羊绒的一个材质。因为像羊绒的材质，它对比羊毛的话，就是真的要舒服很多，而且羊绒的衣服真的要比羊毛的衣服保暖非常多倍。它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羊绒的纤维就是要比羊毛的纤维细非常多，然后好的羊绒的话呢也非常长，纤维很长，它织成一个毛线的时候呢，它的整个韧性啊，然后耐穿度、保暖度都会非常高嘛。因为其实动物的它们的毛里面都是真空的，我们穿在身上的时候，它其实都是达到一个能够把你的热量，就你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热量锁在你身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当你在选择这种内搭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一个第一层就能够把你的热量完全锁在里面的一个材质，它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质量的一个保暖嘛。但是在这里需要和大家分享的一点是，我自己发现其实羊绒也是有好的羊绒跟不好的羊绒的。然后羊绒它其实有分级别，有分 A、B、C 3个级别。A 级别是最好的，它就是在所有的羊绒纤维里面挑出最细然后最长的来织成毛线，来做成我们的毛衣。所以它无论是保暖度还是它的整个耐穿性都是非常高的，就要对比普通的羊绒都要高很多。所以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其实现在市面上你会看到很多很便宜的羊绒衫，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入手的。因为像那种很便宜的羊绒衫的话呢，首先你不能确定它究竟用的是不是真正的羊绒，因为其实也是有一些黑心商贩他们会用兔绒的，那么兔绒的保暖性其实就比羊绒要低很多。那么我现在拥有的是4件的羊绒衫，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件其实就是我最近穿的最多的一件嘛，就是这件白色的。我喜欢它的原因也和大家讲了，就是它的这个领口非常的松，在伴随着它的这个羊绒的那种光泽感，特别是在领口的这个地方，当我这样穿的时候，就松松的穿搭的时候拍照啊，然后在太阳底下拍照，这个地方羊绒的那个质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件我是真的很喜欢。还有一件我会想要额外和大家讲一讲的，其实就是这件 Everland， 是我之前合作的时候就已经和大家分享过的。那么其实我推荐 Everland 这一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材质是用的一个 A 级别的羊绒。其实像 A 级别的羊绒，我是觉得好像很少会有在其他的品牌里面看到，它会就是告诉你说它用的这个羊绒究竟是哪一个级别的。那么我觉得大部分的快时尚品牌，它可能在做这种羊绒制品的时候，它为了压低它自己的成本，它肯定是会稍微的去用一些普通的羊绒的纤维嘛。那么如果它用了一个非常好的羊绒纤维，它肯定是会告诉你的。但是像那种奢侈品牌就除外，因为奢侈品牌他们有自己的品牌定位，他们的坚持就是我用的就是最好的材质，所以它并不会把它用最好的材质这样的一个当做它的一个卖点来告诉你。但是像快时尚品牌这类的品牌的话，它只要用好的材质，它就是会告诉你的。然后接下来其实会看的就是颜色和花纹嘛，肯定那种没有花纹然后纯色的这一类基础色的颜色的话呢，肯定是会更加的百搭，更加的好搭一点的。所以我其实只有2件这种比较鲜亮的颜色和有花纹的内搭。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有花纹的内搭的话，有一件就 OK 了。这一件也是我之前在秋天的时候就和大家分享那个穿搭的时候用过非常多次的嘛。当时的一个灵感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不是很适合花纹，因为我整体的长得可能五官属于比较大的，或者说脸盘子可能是属于比较大气的那种感觉吧。说自己大气好奇怪。然后就是这种花纹呢，我穿上会整个人显得太过，就是会有点不是很适合。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一直不停的去穿这种平面的然后纯色的一些衣服的话，我就觉得好无趣。比如说你外面的衣服都是非常纯色的，然后非常单一的，从领口、袖口或者下摆都稍微露一点点花纹的话呢，就是非常好看的，然后整身有一个点亮的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件这种比较鲜亮颜色的，其实它的作用也是同样被我用在刚刚花纹一样的，就是穿在最里面，然后露出一点领口、袖口，这样能够有一点点亮的效果。其实这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吧，就是我觉得说，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衣橱更加的精简，或者说你想要让这件衣服利用率更高的话，那么你又不是一个非常喜欢去穿鲜亮颜色的人，你只是想要说偶尔新鲜一下，比如说看黑白灰看腻了，是最好从这种非常小的然后非常便宜的单品入手的。例如说像这种
种内搭，你搭在里面，然后它就能够有一点点用到了这种鲜亮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这就是我这一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我在买这种内搭的时候我会看的一些部分。然后我也会把我自己的这些内搭的一些信息放在下方的评论或者信息栏，也会把我现在目前能够买到的一些非常推荐的内搭的链接放在下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就差不多就这样子吧。如果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关注一下我的频道，以后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更新。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有 Instagram。我感觉我念的都有点累了，每一期都念，大家请一定要去关注。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拜拜。